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你们谈恋爱多久了2年多了。今天谁要来？我要来的。要来干嘛？主要性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嘛，就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然后现在要分手，然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闹到要分手那种地步。我并不觉得那些都是小事情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每天都会吵架，然后大家的说法都达不到一致，然后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，我就想离开他。说说吧，怎么就让你不满意了？他这个人很幼稚的，平常做什么事情他都不能理解我。学生去做兼职不是很好吗？然后我当时朋友就介绍我做礼仪的工作，然后我就去了，他就很不理解我，就语言上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，然后我当时做那些事情也挺累的，他就不但不支持我，还经常不让我去，对我造成那种干扰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做礼仪嘛，然后站在那里，然后很多人看，我就心里不太舒服。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也是问我了，他说你让女朋友做礼仪啊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你怎么让她去做礼仪了？高宇当时我也不太了解礼仪具体是干嘛的，高宇想他这样说可能就不太好了，当时我就比较反对他做这个事情。那你就光听你朋友说了，那明明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？我去做工作也是为了我们俩之间平常开销能多吃点好吃的，出去多玩一玩。有一次我特别寒心嘛，我接了一个那个做安检的活动，当时也挺冷的，天气又下雨。我是做2天，然后我已经做了1天半了，然后第2天下午他说来等我，下班一起回家。然后他来了之后，可能他自己淋了雨，他不开心了吧，他就给我脸色看。可是我自己也很累了，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朋友，你完全可以买一杯热茶给我喝啊什么的，但是他一来就给我吵吵闹闹的，给我添加烦恼，然后还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我雨衣给撕了。反正那个事情对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他很过分。当时情况也不是这个样子，当时是我说去找他，然后当时没下雨，然后我到那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在门口等，打电话也不接，然后在那就淋了一下雨了。结果我进去以后，那时候我不是很生气，不是因为我就是淋了雨所以我发火，我进去看那又刮风又下雨，然后穿个那个很短的衣服，然后在那里站在那门口，我说这么冷的天，说到生病了，说赚点钱我就划不来，然后我就没有必要做这事情。那你想好好关心我，那是你应该用的方法吗？直接让我走，那我前面的工资呢？你可以给我吗？当时我就脑袋一热嘛，没有想那么多。确实私人雨衣什么的真的不对，你知道吧？私雨衣其实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他那雨衣是一次性那种塑料的，然后我就当时也就是有些拉车程，然后就手拉一下拉破了，然后马上我就过去买一件新的给他。然后行了，别解释，跟人道个歉吧。总而言之，谈恋爱的时候就干涉别人的生活选择是不对的，先道个歉。对不起。道歉了，咱们接着说啊。那你说你那件事过去就算了，那你做所有事情都很幼稚啊。他毕业以后，我帮他找了一个工作，他开始做得好好的嘛。然后他为了想我们一起，我就答应他跟他一起去在那边上班。但是去了之后呢，他就被他老板批评说，你女朋友来了之后，你怎么就开始变得懒散了呀？也不好好工作。反正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像个小孩子，什么都不先想好。为啥是你帮他找了个工作，而不是他找呢？因为他不着急啊，什么事情都是我比他先着急啊。那你为什么老容易先着急呢？因为我看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的男朋友都知道上进，我希望他能够上进一点，我也没有错吧？你是这样吗？也不完全是。你要说我懒散这件事情，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我女朋友来了，就是因为我就平时跟同事玩笑开多了，然后老板就找我说一下，就说工作态度要稍微好一点吧，然后一说我就后来就改了，就说过那一次。听明白了。还有什么不成熟，姑娘？还有不成熟，就是去见家长的事情。都见家长了？对，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。然后他说第一次带我见家长，我觉得应该好好规划一下吧，因为毕竟第一次得留个好印象。但是他就是临时当天下午要吃饭之前跟我讲的，我当时头发也没洗，然后我就很急忙的去洗了个头，然后他也不着急，就我干着急，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也迟到了，他妈还说了一句说什么怎么到饭点才来呀，我就觉得他什么事情应该想得周到一点。那次也是第一次去我家吃饭嘛，下午大概4点钟吧，我妈还跟我说要不晚一起回来吃饭，然后我说可以嘛，然后我就起来洗了澡，然后他就去楼下洗发店洗头发，然后我弄完以后我要在门口等他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坐公交车了，
然后路上稍微有点堵，坐到那里，然后还去超市买了东西，带点东西，然后就回去了，然后就稍微没有迟到，但就是饭点踩着饭点去的，去了刚好大家一起吃饭，我妈就问了一句了，她说怎么来比较晚是吧？我说公交车就是路上有点堵了。然后后来其实这件事也没什么，也没有造成什么就是印象不好什么的。然后晚上一样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出去看电影，就是一起出去玩都很开心。他走了之后，你爸妈对他印象怎么样？就挺好的，就没有提过什么这个事情。想多了吧？但是他是他爸妈的小孩，我又不是，我心里当然会介意啊。然后第2次去他家，我说我要去买礼物，他说不用。可是站在我的角度上，我觉得要买。那你朋友不是也说了，在微信上跟你说，你记得给你女朋友买好礼物，然后不用买太多，买了就行。那人家都那么成熟，想得到，你怎么就想不到呢？我知道，就我那朋友他可能家里比较在乎这个。然后我妈去的时候，她路上还跟我说了，说是不用带东西，随便吃个饭就行了。然后我当时想着，我妈都说不用带东西就不带吧，我们就一起去了是吧？然后当时她就可能我也想得不周全吧，最后还是买了回去了，也挺开心那天。就是你觉得他很幼稚是吧？他还有什么幼稚的行为让你接受不了的？他平常就是不理解我嘛，然后也不理解我身边的朋友，还有我的圈子。我让他跟我朋友见面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嘛，因为我朋友平常帮我也很多，但是他就对我朋友看法特别不好，然后也不愿意去见。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也挺生气的。有一次不是他就跟他朋友，就我不是说他不喜欢他朋友，是其中一个人，就是我对他印象不太好。就有一次就是他过生日还是什么，然后去喝酒，喝的一半那个人喝多了，然后他走了，然后把我女朋友留在那里，然后那些人就不让他走。然后我当时听着他跟我说不让他走，我就直接去了。去了那几个男的，反正态度也不太好，然后叫我喝。当时人家1点多钟了，我跑过去，然后他叫我喝，然后我也一肚子火了，我说我又跟你不认识，你都不让我女朋友走，我跟你喝什么？然后当时我这是不能喝。对，然后我就拉他走了，我就对他那朋友就看法不太好，因为当时他自己走了，他也没带他一起走啊。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他也喝多了。哦，男朋友女朋友啊？听了半天。女性朋友。不是还有什么很多男的吗？是啊。是一起上班的同事。哦，行，这你认为他不够周到是吧？对。你好像也觉得他不太成熟，我觉得他脾气不好啊。我们一起吃火锅，还刚吃，朋友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叫我们过去玩，跟我说吃火锅吃一半了，你把饭吃完了，然后他就比较着急，然后当时我说心里不开心，我说去了，然后就走嘛，然后走的路上我可能就是多说2句，然后回去的路上上家楼，他把那个人家装修的那个钢化玻璃直接从楼梯上扔下来，弄了一地玻璃，然后那房东也是还来找我们，是吧？找好几次。我后来不是收拾好了吗？那不是我凌晨去收拾的吗？那不是因为你一直不肯哄我吗？他总是会做什么事情我生气了，他不肯哄我，然后等我也一起生气了，我们大家一起生气，然后互相的就是相爱相杀，就每次都弄得很不愉快。我觉得希望他可以就成熟一点，让我，这样的话我也会退一步。然后后来我也哄了，我带他去吃饭了，然后吃饭你没有给我好脸色，我把碗筷给你摆好，然后我叫你好几次吃。但是你全程也没有理过我。我说了好几次，我说你先吃饭了，吃完饭再说了。人家那个饭店老板娘都来了，就说不要生气了，吃饭了，反正也不给面子，然后最后还闹得好凶了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在学校的时候，当时他打篮球，我觉得他很阳光很帅，然后我就追的他。你追的他？对。哦，变成男朋友之后怎么样啊？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吧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我觉得他不够成熟，太小孩子气了，而且很多事情都理解不了我。哦。我朋友他们男朋友都会对他们挺好的，过节都会有仪式感，但是他从来没有。哦，那你跟他说过吗？说我要仪式感？有，不是，他就有，不是我可能10件事情有1件没做好，他就觉得我永远就是没做过这件事情。但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要来的，你没有主动想到过。就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在一起2年了啊，我上班上到10点钟才下班，我还订了那个蛋糕，还订了花，然后还回去拿给他了。你去上班这些事情不是我催促你去，你会去吗？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逼着你做，你会做吗？我上班那不是我后来这个工作是我自己找的呀。哎，你看得上他吗？现在就大学毕业之后你还看得上吗？我相信在学校里面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，篮球打得比较好，对吧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那么幼稚的？从我出来接活动之后。哦，你开始接触社会以后，你发现他是幼稚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人情世故皆不周到。见过你父母吗？他？没有。
啊，你没有带他见，还是他没提出要求？都没有吧，因为我还不敢带他见我父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知道他如果见我父母的话能不能做得好，因为我们家里很注重礼仪。哦，你指的礼仪是什么呢？就是事事想周全吧。哦。比如带礼物是必须的吧。啊。然后嘴巴要会说话一点。他都不够哈。不会说话。那你看他大概还有几年能去你家呢？等他工作稳定吧。哦，我问问你啊。你说的脾气大对吧？对。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大吗？开始比现在好吧。就为什么一开始能忍，现在就忍不了了？最近脾气稍微有点太大了嘛，然后这也是他就觉得。那他这脾气为什么跟你相处之后一天一天的见长呢？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没有让他嘛，就这种。我跟你讲件事吧，我脾气为什么不好？就有一次我们又一起找了一份工作，我叫他起来上班。然后其实他是会去，但是他就是要嘴巴就是上说，就是我不想去，我今天有事，我们不去吧，就非要那样惹我，他就觉得很好玩，然后把我惹生气了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始说，我们去吧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，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，然后我就会更生气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们2个手机都被我摔烂了，我真的为什么不知道他每次都要这样，就一定我开心的时候他要把我惹生气，然后等我生气了，我们2个都生气了，就把家里东西都砸烂了。你们俩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呢？因为他不想我做礼仪，他想我在他身边，他不放心我。他要不做礼仪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跟你一起工作了？还是必须得跟你在一起？就现在也不在一起工作啊，就他现在目前还是在做礼仪。他还在做礼仪，你接受吗？后来都可以接受了，后来他有时候他早上很早出去，我都送他出去，然后他晚上很晚回来，我就接他回来，然后吃夜宵，然后再回家。因为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他一点点了，懂得下班来接我回家。就他现在其实还是挺关照你的，对吧？对。我看你对他的工作也算接受了，对吧？现在能接受。对这人呢，除了脾气大，你也都接受了，对吧？女生好像还什么都不接受呢，哈。你看，但是我的不会哄人是你说的吧？不成熟是你说的吧？工作不上进是你说的吧？是的。这男生，对你跟他分手倒是真的合理。那为什么不分呢？但是他虽然不上进、不成熟、不认真工作，但是我只要让他去做这些事情，他就会去改、会去做。但就是每次都要我去提醒他，我会觉得很累。就很操心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希望他应该自己成长，不是你帮他长，是吧？对。行，每个人给对方一个评价，女生先评价男生。我觉得每次你做什么事情都很爱给我讲道理，而且你的道理我都不能接受，所以我不认同你每次的说法。这是辩论会啊，男生。然后我对他评价就是，我觉得其他都挺好的，就是这脾气就比较倔吧。然后我也有点倔，然后每次就是好难沟通。不是，为什么你说完他老说你自己呢？我觉得2个人都倔就是吵架的原因吧。好，所以你发现一个特点啊，男生好歹还反思一下自己，他有问题，我也有问题，还试图有改的一些想法，对吧？女生这儿是我没有错，错的都是他。来吧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要给礼仪这个专业正一下名哈。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大会、修博会、西博会都有很漂亮的礼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。只要这个礼仪的工作是合规的，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是我替他说的话。对，我现在理解，主要理解了。但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，如果你的男朋友那么的不喜欢你去做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赖以生存的唯一工作的话，我是建议还是要考虑对方感受的。然后再来说男生，女生说他幼稚，对吗？他今年才23岁，他能有多成熟？你要求一个23岁的男生事事周到、事事圆滑，我觉得标准有点高。在这样的青春的年纪，有一些幼稚的行为，
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就是哎呀，朋友之间啊，他怎么样不圆滑，我去他们家怎么样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、逾矩的行为，只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思虑的那么周到而已。而且在整场的过程当中，我还听到男生说：“哎呀，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是不是哪里怎么样。”但女生完全没有。其实相爱的两个人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本质问题的话，就是在一个爱的过程当中进行磨合。细节决定爱情。你们所有的今天的表述都是在表述细节，成也细节，败也细节。所以你们如何能够处理好爱情当中的这些小事儿，这些细节，就是你们走向成熟的过程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之间出了大问题，很大的问题。幼稚，暂且不说你们俩谁比谁更幼稚啊，在我们看来你们都幼稚，这幼稚是比较出来的。但是幼稚本身它不是缺点，它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个经历阶段。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你幼稚成熟，不是，而是说你是否欣赏他的幼稚，你是否欣赏他的成熟。就如同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觉得哇好阳光，打篮球好帅，因为这个你就可以去爱上他，就可以交朋友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他不错，是挺帅，打得不错篮球，他也不会去喜欢上他。这就是人与人爱情之间的不可捉摸之处。或者说你是因为他的阳光喜欢他，却因为他另外一个特质就不太欣赏，尤其是你工作，这种观点就越来越强。你觉得他这么幼稚，同时呢，且不说为人处事如何，但是他在对待你们这份感情是比你要成熟，因为他懂得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他愿意把你带到他们家去给他自己的父母见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在爱情上他是勇敢的，他是比你付出更多的。反观你呢，你有没有想过带他去见你的父母？想过，不敢。为什么？你潜意识觉得他可能走不进你的家庭的，你对他是没有信心的。你对他的耐心有吗？有一点，但很容易就烦，所以说你反映出来就是发脾气去训他。为什么你不能包容他呢？如果你足够爱他的话。所以说你们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喜欢上他，或者说你只是喜欢他的一种特质，但是整体这个孩子这个男朋友你是不接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。可是呢，你根本看不到，你就觉得幼稚是问题，幼稚不是问题，问题出在了你身上。所以说我不太看好你们这段恋情，可能你们这就是一个美丽的邂逅，之后可能就会分开。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的一个事实，就这样。我认为你们两个之间啊，尤其女孩子，不是说她幼稚，其实你知道她幼稚，而且你也知道这个阶段男孩就是这样。你看看你的同学，有几个比他更成熟？你们两个之间的愤怒其实是两种截然的不同愤怒，你们的争吵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动因。女孩其实不是出在细节上和他产生了分歧和矛盾，你出在了内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他和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阳光的、潇洒的、帅气的男孩，在你心中的那种喜爱的形象的位置已经变了。而当初你曾经那么主动地表达了你的爱意，曾经是学校里边还比较羡慕的这一对，你如今无法交代这段感情，你只好哪儿都看他不顺眼，哪儿都觉得他不好，来掩饰自己想要分离。其实我觉得勇敢的面对感情就好啊。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理由，或者需要一个说服自己也交代给大家的方式和他分离，但不是愤怒，不是争吵，不是一次次对他的看不上，不是连带他去见父母都觉得拿不上台面，这样就变成伤害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坦坦荡荡接受，有一种情感就是这样的，在某一个情景下我们是相爱的，是美好的，
但是人是在变的，环境也在变，我不觉得谁对谁错。当我们内心成长了，境遇发生了变化，也许有些爱情走着走着我们就最终走到了一起，走着走着我们走散了，但也有份美好的回忆和一份祝福。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内心啊，不要去折磨自己，不要去折磨他，变了就是变了，去面对。而男孩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去撕雨衣，你说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话，你的愤怒和你的敌意来源于你对自己无能的遮掩，你心里知道你在他那里达不到他想要的男孩应该拥有的能力，所以你在掩饰自己的无助，所以在吵啊，这也是你的心理动因。你知道你达不到他的要求，但这不是你的错，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你们俩可能真的走着走着要走到两个方向去了，不是不曾相爱，而是不是每一种感情都能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辛苦，不要太累，去努力做好自己，去真心付出，结果不重要，成长的过程最珍贵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姑娘为什么流泪啊？我觉得他讲的可能讲到了心里的痛感，学生感情的痛吧。来，涂老师。在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有一个魔咒，就是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爱的，是用来改造的。你是不是特别想改造他？你是不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相比太幼稚没面子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没有担当，将来没有希望？你是已经打算好了要嫁给他吗？你都没有打算好要嫁给他，你管他以后怎么办呢？相恋的时候是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，但相爱就是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里。吃臭豆腐就要忍住臭豆腐的臭，想要出去穿超短裙就得忍住寒风瑟瑟。那找男人是一样的，男人身上一定是有你自己所无法容忍的东西，更何况你也不完美啊。所以说不要总是要么就要别人惯着自己的缺点把对方当爹，要么就不要老去担心别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，老想做别人的妈。你做一个平等的女朋友不好吗？互相成长不好吗？啊，姑娘，如果你要活得轻松一点，你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做好一个女朋友该应有的责任。至于其他的东西，应该让她自己去慢慢修正。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待在她身边，就像你不应该跟她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是一样的。你一方面倔强着自己的倔强，一方面又要去妥协自己不愿意的妥协，到头来谁苦谁心里自己知道。好吗？就这。现在好像恋爱谈的女生都成熟的太早了，男生都跟不上。他说他幼稚，对吧？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人把幼稚跟另外一个词其实画了等号。幼稚是什么？在他们的心里是不世故、不圆滑。所以幼稚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贬义词了。你去你们家，你都不能按社会上的规则去家里买一个东西。他还很单纯的，我妈说了不用啊，当然听妈的。自己跟一帮朋友去喝酒，这帮朋友说你不能回家，你就得陪我喝。男朋友说我就不跟你们这帮家伙喝，把我女朋友惯成这样了，太不成熟了，你不给我面子呀。所以在你心里面那个幼稚，你是在跟所谓的世故和圆滑划等号。那留点这种纯纯粹粹的东西不好吗，姑娘？所以你们自己看，前提原则们就是老师们说的：第一，不要勉强自己的内心感受；第二，学会成长，互相成长就好了嘛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是觉得在一起2年了吧，反正我是觉得分开就也挺可惜的。
然后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嘛，就是我有思考的东西也会想得周全一点。然后我觉得你有些就是脾气大，也可以改一改，就大家都慢慢来，以后就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，但是现在就是毕业了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得为以后打算，因为我希望能有一个成熟的男孩子带领着我向前走。如果你一直保留这份天真的话，那么我呢？我也想天真。听明白这句话了吗？我还需要人照顾，你不能还让我照顾你，我累了，是这意思吧，姑娘？行了，回去吧，谢谢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早一半，谁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？好不好？我下个节目会继续找他，大家再好好沟通一下吧。行，面对生活。